大家好，由美国带头发起的旨在遏制中国发展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等愈演愈烈。就在前不久，半导体方面，美方又加紧了对中国的制裁。作为回应，近日中国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和锑等稀有原材料。我一直不理解，为何中方迟迟才动手？其实中国早就该对美西方进行制裁及禁运了，要让他们实实在在感到痛才行。不仅要禁运，也要管控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这些敏感物资的去向。也许美西方会通过第三方最终获得这些资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可能根本就禁止出口任何战略物资，这才是上策。现在我们看看德国焦点新闻对此事的报道。面临大规模短缺的威胁，中国禁止出口美国生产武器所需要的关键材料。中国已禁止向美国出口镓、锗和锑，这些限制措施可能会对美国的武器生产产生重大影响。据路透社报道，本周二，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所谓的军民两用材料，如镓、锗和锑，这些金属具有深远的军事用途。据中国商务部称，该禁令旨在保护国家安全。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些材料被用于太阳能电池和电池等日常产品，以及导弹、通信系统和装甲弹药等军事装备。美国寻找锑的新来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金属贸易商告诉路透社，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寻找新的锑的矿床。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材料。据《每日电讯报》报道，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63%的锑。由于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冲突，目前的库存量低于往常。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将对新的限制措施进行评估，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他说，这些新的控制措施强调了我们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以降低风险，并使关键供应链独立于中国的重要性。特朗普计划追加惩罚性关税。特朗普计划在1月21日上任后，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的惩罚性关税，这有可能导致更严格的中国出口限制。接着，我们看看奥地利标准报对此事的报道。重要原材料稀土正变得稀缺吗？中国为何对西方实施禁运？由于美国切断了对中国的半导体供应，中国政府正在以稀土禁运还以颜色。现在西方将重新开放被关闭的矿山。钨是一种奇特的元素，鲜为人知，但因其特性而受到全世界的追捧。由于密度大，它比黄金重，因此触感特别。它还是熔点和沸点最高的金属，这使它对军事领域很有意义，因为它可以用来生产穿甲弹。因此钨被认为是一种两用原材料，即既可以民用也可以军用。中国作为该金属的最大生产国，现已停止向美国出口钨。本周二，中国商务部宣布，从即日起，包括镓和锗在内的一系列稀土、石墨和钨都不得再向美国出口。从半导体到稀土，这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加强半导体禁运的回应。本周一，拜登政府宣布还将禁止销售具有更广泛结构的半导体，并将另外100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配图说明中国贵州省的一座矿山，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而西方国家现在将被切断稀土的供应。被称为美国芯片法案的半导体禁运始于2022年秋季，其目的是切断中国与尖端芯片技术的联系，从而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和现代武器系统方面的领先地位。据说，中国目前能够生产7纳米的半导体，而美国及其盟国能生产2纳米的半导体。据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周二称，这使西方至少领先中国5年。中国是最大的稀土生产国，然而生产半导体也需要稀土，这就是中国实施禁运的原因。迄今为止，中国是所谓稀土的最大生产国。顾名思义，这组元素并不一定很难找到，然而这些金属往往只存在于微量元素中，这意味着必须翻开相对大量的土壤才能获得产量，因此
开采这些元素不可避免地会对人类和自然造成重大影响。因此，美国和欧洲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闭对环境有害的矿山，并将其迁移到其他国家。中国乐于承担这些脏活累活。时任国家主席邓小平说，中国将成为稀土的中东。如今，约2/3的稀土来自中国，个别金属的比例远远超过90%。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反思，在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正在重新开放废弃的矿山。严格来说，钨不是稀土，但它本身就很稀有。顺便提一下，最早的钨冶炼厂之一就位于奥地利。1815年，人们在萨茨堡州的莫尔市发现了这种稀有金属。欧洲最大的钨矿仍位于菲尔伯塔尔山谷，由于市场价格低廉，开采工作于20世纪90年代停止。2020年，该地区的年开采量约为890吨，在中国这一数字为66000吨。好，朋友们，现在我们看看奥地利标准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这些资源足够多，但西方国家开采和提炼的成本太高。由于中国接手了该工作，并积累了相关技术，让我们看看西方如何再次迎头赶上，尤其是考虑到环境保护法规。下条评论：之所以变得过于昂贵，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实施了越来越严格的反禁法规。如果需求变得迫切，我们可以再次改变这种做法。我们再往下看，稀土是一组定义精确的金属，为什么在涉及军用原材料和芯片时，轻率地把一切都混为一谈？我们再往下，稀土并不稀有。下一条评论：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稀有，但无论如何，它可能不是越来越稀有，而是越来越昂贵，因为必须通过第三方购买。接着往下，你听说过维基百科吗？只需点击2下，全世界的知识都在你身边。直到几年前，美国还是最大的稀土生产国以及提取国。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大陆，几乎什么都有，比如石油和天然气。他们不必从第三方购买，他们只需将自己的环保标准降低到中国的水平，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我们继续往下看吧。中国是对美国而不是对西方禁运。德国知识补充：如果只对美国禁运，效果估计不那么好，因为通过其他国家转手就可以获得这些资源，所以追踪售出的稀土走向更为重要。以前本人在德国公司负责出口设备，对西方制裁的国家，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名单，遇到有人询价，我们都要对方如实告诉我们这个项目在哪个地方，用于什么目的等等，否则德国出口公司就会遇到麻烦。我们继续往下。爆炸性新闻：稀土根本不稀有。下一条评论：以前稀土虽稀有，但现在没有中国的稀土才稀有呢。我们看下条评论吧。中国不是伙伴，而是受益者和剽窃者，应该尽快断绝一切关系，否则就太迟了。目前中国还依赖西方。我们再往下看，如果奥地利与中国断绝关系，20年后中国人可能才会注意到这一点。下一条评论：中国已经限制或停止稀土的出口，即铝、锌和铧，用于高性能磁铁等。于是市场价格迅速上涨，西方国家恢复了生产。不久之后，中国人的出口限制放宽了，导致价格下跌。西方国家耗费巨资启动的稀土矿再次无利可图，中国的市场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下条评论：几乎令人着迷的是，既然这篇文章是关于中国的，而中国又主导着稀土市场，我以为稀土这个词终于被正确使用了一次，但是文章中却没有出现任何一种稀土元素。继续往下看，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也许交易的条件是中国将获得顿巴斯被占领土地上的原材料作为回报，那里有令人垂涎的矿场。
下一条评论，这很好，也许欧洲终于觉醒了。欧洲也有污和稀土，他们只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加工稀土是一个相对肮脏的行业，因此我们让中国去做了。下一条评论 ，Just in case， 钨、锗和镓是稀有原材料，但不是稀土。不幸的是，这使得文章中的许多其他信息都是错误的，真遗憾。真正稀土的主要矿场在中国和美国，中国开采稀土占全球需求的1半以上，而美国几乎不开采稀土，并保护这一战略物资。稀土主要用于高科技领域，彩色显示器、强磁铁，例如用于电动机和发电机。在17种实际存在的稀土中，约有1半存在于每部智能手机中。如果没有稀土，我们的技术将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结合最大矿场的位置，不难想象这些元素的地缘政治意义。最后，我们看看焦点新闻这篇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这些禁令是件好事，因为它们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快独立于中国。下一条评论：这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一件小事。继续往下看，美国正在自尝苦果，制裁所有麻烦制造者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再往下，赢家是中国，拜登爷爷只是一株盆栽，特朗普与他的胖子们已经达到了极限，中国只是嘲笑他们俩。我们再往下看，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是抗生素的禁运，几乎所有东西都来自中国，所以制裁继续升级吧。下条评论：嘉禾者位于俄次山脉，体产于黑森林和哈尔次山脉，对欧洲来说足够了。无论如何，在南非和智利也能满足西方的需求，在德国开采将很困难，一如既往，因为绿党和他们的动植物保护措施。顺便说一下，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的产量与中国差不多，但我听说他们也是邪恶之人。让我们继续往下吧。好吧，为了和平，中国是认真的。下一条评论：如果我们有一个精明的政府，所有重要的商品都会重新在我们国家一点一点地生产出来。少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必须服从于全体人民的福祉。我们继续往下。德国认为只从印度和中国采购药品既聪明又便宜。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中国可能正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做准备，并支持俄罗斯。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它的武器储备将更快地减少，而且几乎不可能得到补充。如果中国随后进攻台湾，他们的处境也不会怎么好。好，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目前全世界的困境都是由美西方先发起的。由于他们要遏制中国的崛起，于是他们就对中国打起了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等等，甚至搞起了去全球化，与中国脱钩断链。所以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冲突，无一不是由西方引起的，可以说是杀敌800，自损1000。现在弄得全世界人民的日子都不好过。想想看，大家互通有无，让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大家多赢，不是更好吗？可惜美西方只知道零和游戏。